银行经理呢，良心提醒啊，存款超过20万呀，就不要再傻傻的存定期了。那么手中有20万的一个现金，怎么样处理才能够实现安全与收益的一个双重标准呢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他手中呢有20万块钱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在银行呢存一笔定期的一个存款。虽然说呢与灵活存款呢相比，定期存款呢有时间的一个限制，灵活性较低，但是它们与活期存款之间的一个利率水平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。由于央行呢实施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标准，银行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设定利率的一个水平，因此呢20万存款可以赚取多少利息，不能呢一概而论。而且呢，由于一家银行呢有多种存款产品，以及利率水平呢也没有统一的一个定义标准，那对于20万的一个银行存款来说，哪种存款产品更划算呢？对此呢，银行的工作人员建议你，还有一种存储的方式呢，比普通定期存款呢更有优势，那就是大额存端。所谓的大额存端呢，与定期存款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虽然说都是定期存款，但不同的是就是定期存款的门槛较低，但大额存单的要求呢却高于此的啊。比如说大额存单的存款门槛就是要20万，两者对比之后，你会发现大额存单呢更有利率上的一个优势。以3年期为例啊，大额存单的利率呢是 3.35%。如果说是存款20万元，年利息呢能够达到6700元啊。在灵活性方面，大额存单可以转让，比定期存款呢更加的灵活。因此呢，如果是出于安全原因把钱存入国有银行，那么为了满足大额存单的一个最低存款标准，选择大额存单显然会更加的划算。如果选择其他中小银行，因为他们无法独立制定与国有银行相同的一个大额存单，在选择存款类型的时候，除了基本的一个定期存款之外，还可以选择呢每家银行推广的各种特色的一个存款产品。不过一般来说呢，这些特殊存款的利率呢也都是比较可观的，其他存款的门槛都是要低于国有银行的一个大额存单的，通常可以享受5万以上的一个特殊存款福利，利率水平呢也是高于定期的一个存款的。那么如果你有20万块钱，你会选择定期存款吗？还是其他的一个存款方式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